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球哥说。如果要讨论休赛期哪支球队遭受的损失最大，那么洛杉矶快艇队无疑是榜上有名的。在失去了保罗·乔治和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之后，快艇队的整体阵容实力大幅下降。目前球队中唯一的全明星球员仅剩下卡怀·伦纳德和詹姆斯·哈登。快艇队近期迁至新球馆，显然是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的明星球员，来提升新球馆的关注度和人气。然而现阶段的罗纳德面临着声誉受损的问题，而哈登的状态也与往昔大相径庭。单靠这两位球员很难将快艇队推向更高的竞技水平，也不容易为新球馆提升知名度。因此快艇队的引援计划势在必行，不能停止脚步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国媒体为快艇队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交易提议。具体的交易方案为：快艇队得到乔丹·普尔，巫师队得到诺曼·鲍威尔和 PJ 塔克。从这笔交易的筹码来看，快艇队实际上可以冒险一试。根据相关消息，快艇队似乎对这笔交易持开放态度。在过去的这个赛季中，洛杉矶快艇队在四巨头的带领下曾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统治力。然而随着赛季的深入，核心球员接连遭遇伤病，球队的强势表现突然崩塌，导致快艇在赛季后期显得无比乏力。这样的局面延续到了季后赛，最终他们也未能在季后赛中有所斩获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快艇队依然未能收获期待的成就，续约合同的谈判也未能达到预期，这让保罗·乔治心灰意冷，最终选择了离开。在阵容实力显著削弱的情况下，快艇队急需引进一位实力不足的球员，以弥补乔治等人的空缺。乔丹·普尔在巫师队的表现虽然相对挣扎，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他在勇士队的辉煌历史。2021至2022赛季，普尔的常规赛场均数据达到 18.5 分、3.4 个篮板和 4.0 次助攻。在季后赛中，他的场均得分为 17.0 分、2.8 个篮板和 3.8 次助攻，成为勇士队替补席上的重要得分手。虽然在夺冠后的表现有所起伏，但在2022至2023赛季，他仍能交出场均 20.4 分、2.7 个篮板和 4.5 次助攻的优异成绩，这样的表现绝对不容小觑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普尔在加盟巫师队的首个赛季中，依然能够保持场均 17.4 分、2.7 个篮板和 4.4 次助攻的表现。尽管过去这个赛季他也受到了一些球迷的调侃，但从数据来看，他的表现已经完全符合其身价。虽然引进普尔可能会引发球迷和外界的质疑，认为快艇队是真饿了，但从球队的现实情况出发，快艇确实需要一名有着不俗得分能力的球员来加入，这样才能确保球队有可靠的第三得分点。尽管诺曼·鲍威尔的表现一直相对稳定，但如果将他提拔为球队的第三得分点，那么快艇的新赛季目标恐怕也需要重新设定，球队的表现可能仅限于季后赛首轮。当然，引入普尔并不意味着球队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但在目前的形势下，快艇队必须采取行动，进行必要的改变，否则在新赛季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。从当前的形势来看，保罗·乔治的净身出户几乎没有给洛杉矶快艇队留下任何用于交易的资产。此外，快艇队为了组建四巨头阵容，已经在财务上严重透支，因此他们通过交易引进大牌球星的愿望几乎无法实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球迷开始表示，既然快艇队无望争夺总冠军，那么哈登不如考虑重新回到休斯顿火箭队，去那个他巅峰时期曾辉煌过的地方。或许在火箭队，他能够带领一群年轻球员，创造出新的可能性。球迷们的想法虽然美好，美国媒体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有潜力的交易方案，这个方案甚至可能让火箭队成功将哈登从快艇队带回。具体的交易方案如下：火箭队得到詹姆斯·哈登，快艇队得到迪隆·布鲁克斯、凯文·泰特，2027年首轮签，2026年次轮签。可以说，如果这个方案真的成为现实，对于两支球队而言都是各取所需，实现双赢的局面。火箭队能够重新赢回哈登，提升竞争力，而快艇队则能够通过得到的年轻球员和选秀权，为球队的未来奠定基础。这不仅为哈登提供了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也让快艇队在重建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对于如今的洛杉矶快艇队而言，球队阵中仅剩的伦纳德和哈登两位实力派球员，虽然队内还有几名年轻球员具备一定的潜力，但想要争夺总冠军几乎是不太现实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快艇队更应该考虑通过交易来回收一些选秀权，以便在未来重建时拥有更多的操作空间。毕竟快艇队曾经为组建当年阵容付出了太多的选秀权，如果不趁现在进行一些补救措施，当哈登和伦纳德彻底失去
去竞争力后，快艇队可能连像样的交易机会都没有。此外，交易方案中提到的迪隆布鲁克斯虽然没有全明星的实力，但他仍然是一位能为球队贡献的球员。如果快艇队能将他纳入阵中，并与罗纳德和现有的年轻球员搭档，他们仍然有机会杀入季后赛。当然，这笔交易中最吸引快艇队的无疑是那2个选秀权。如果球队真的需要选秀权，促使这笔交易的可能性就非常大。至于休斯顿火箭队，球队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，阵中的年轻球员在过去一个赛季中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即战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若能将哈登带回，火箭队不仅可以提升后场实力，还能稳定年轻球员的军心。尽管哈登现在不再是绝对核心，但他丰富的经验以及曾经在火箭队打下的基础，依然能为球队带来帮助。因此，火箭队此时确实需要一位有经验的老将来引领年轻球员，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，而哈登无疑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。这样的交易将对2支球队都产生积极的影响，既可以帮助快艇队进行有效的重建，又能让火箭队重拾昔日的辉煌。据此前的消息，洛杉矶快艇队显然不满足于现有阵容，球队计划继续提升实力，以便在新球馆内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。然而，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快艇队似乎只能通过引进一名全明星级别的球员，与罗纳德和哈登组成新的3巨头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西部联赛中取得佳绩。尽管哈登的状态已不如往昔，罗纳德又时常受到各种假伤病的困扰。如果快艇队不迅速找到第3位巨头，球队在新赛季的前景可能相当严峻。美媒报道称，快艇队可以考虑交易拉梅罗·鲍尔。媒体还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交易方案，具体如下：快艇队得到拉梅罗·鲍尔，黄蜂队得到诺曼·鲍威尔、特伦斯曼、海兰，2030年首轮选秀权交换，2029年第2轮选秀权，2031年第2轮选秀权。如果这笔交易真的达成，快艇队将迎来一次殊死一搏，而黄蜂队则开始进入重建阶段。对于快艇队而言，他们急需一名能够提升整体实力的明星球员，帮助球队不仅闯入季后赛，更能争取更好的战绩，并通过球星效应为新球馆吸引人气和曝光。拉梅罗·鲍尔无疑是个极好的选择。从能力上来看，鲍尔的个人实力相当出色。尽管在职业生涯的4年中，他仅出场了184场比赛，但他的场均数据达到了 20.0 分、6.2 篮板和 7.4 助攻，三分球命中率为 37.4%。这些数据表明他的整体实力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在2021至2022赛季的全明星赛上，鲍尔还入选过全明星大赛。可以说，无论是场上的表现还是场下的情况，都是得到了球迷们的认可的。当然了，咱也得认清一个事实，那就是鲍尔的身体强度确实一般，完全可以和伦纳德相媲美。不过这种事情怎么说呢？引进任何球员其实都是豪赌，谁又能保证快艇队引进鲍尔就一定会赌输了呢？所以从快艇队的需求来看，拉梅罗·鲍尔确实值得尝试一番。而对于黄蜂队来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球队依旧没有任何一丁点起色，而且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，黄蜂队又再一次进入重建阶段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送走队内高薪球员，然后换回一些年轻球员以及选秀权，就是黄蜂队最希望看到的局面。而这个交易方案中既有年轻球员又有选秀权，这完全符合黄蜂队对于重建的需求。而且还有一个即战力鲍威尔，所以如果真的得到了这些球员和选秀权的话，黄蜂队的可操作空间其实要比快艇队还要更大。所以怎么说呢？从双方的立场和需求来看，这笔交易如果真的发生，确实能够实现双赢的局面。但是就目前的联盟局势而言，这样的交易估计暂时不会发生。